真的开始啊！那个各位书街小教室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突然间忘词了。摩羯座的孙悟空先生，只讲科学证据的皮肤科医师，你有没有觉得整个都乱掉了？好，大家好，我是护理师曾君，今天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舒肤基界直播小教室。哇，现在现场有1500万人吗？真的吗？1500万在哪里？像我这种眼睛瞎掉了看不见，听说只有1500万人。好 ，OK， 来。好，来，今天很开心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吼，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上直播哦，所以请大家不要搞到最后一次。不会，第一次有好的开始哈。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想了很久，也筹备了很久，希望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宋医师、宋院长最被大家质疑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常说他是那个全台最孤独的皮肤科医师。没有，这个梗不好玩。好，我从来没有被人家质疑过，只有被人家唾弃，好吗？好，就是以前我们在做皮肤科医师的时候，我刚刚受训的时候，我们都用凡士林嘛。其实到今天为止，所有医师都还在用凡士林，因为大家都相信凡士林很好这样。对。可是，在监测的过程中，我们就慢慢发现凡士林不好，我们就开始写文章，你知道吗？然后开始做实验，然后一直到 YouTube 上来，我们有一集凡士林的那个阅听率竟然到50万人。对。然后第2集竟然还有1万多人，第3集还有8、9千人，然后其他的都大概破100这样，你就知道说那个差距有多少这样。所以我们就决定说直播的时候没办法，你们喜欢听凡士林。我们先讲一下凡士林吧。好来，因为跟院长呢合作多年以来，其实我们都知道，健康的皮肤其实是应该是要纹路越来越清楚的。那毛孔其实也要保持通畅，才能正常出流出水，来滋润我们的皮肤嘛。那我想要问一下院长问凡士林呢，到底可不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可不可以？来，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传统的西医师，特别是皮肤科医师喜欢凡士林？我们一次把话讲清楚。很简单。因为你想想看，我们需要一个东西锁水，对吧？锁水，那没有什么东西比油，特别是猪油啦、凡士林这种很厚重的油锁水嘛。那问题是说锁水的时候，我们又不希望这个东西有刺激。其实某个意义上，新的精炼凡士林我们先讲30年前的初炼凡士林，那时候的技术没有很好，所以因为它是从石油提炼出来嘛，所以你当然可以预期说。它提炼以后会残余一些苯类一些有机类，所以它当然是实话说，那个时代的凡士林是有毒的狭义上的毒了真的假的？对，就化学上有刺激性有毒。那后来经过那个提炼纯炼以后，我们叫做 white petrolatum 就白石蜡对。那凡士林其实是一个厂商的名称然后在这个状态下，我们才发现说，那个凡士林基本上可以做到完全无毒。好，狭义的无毒这么厉害？对，那既然狭义的无毒，那当然就理论上你擦在哪里都不会过敏。那我们把它凡士林跟猪油比起来，虽然没有听过有人对猪过敏，其实不是不是没有人对猪过敏我们的猜测是历史上对猪过敏的人大概都死绝了啦，因为吃了那么多年的猪肉就像对花生过敏的人，你只能避开花生嘛，如果不避开它就死嘛。所以理论上我们没有看过对猪油过敏的人，并不是没有啦，应该是死光了。但是对凡士林过敏的人还真的没看过，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钝的油。对，因此所有的医师、所有的保养品厂商都相信凡士林。其实我们也认为凡士林 OK 啦，一直到我们做监测以后，我们才发现纯凡士林其实有问题。为什么？要讲凡士林吗？来，要讲到为什么？来给各位看一下这张。等一下，为什么你有这个？你什么时候做实验？对，没有，不是什么时候做实验，这个你这个梗就不好玩了，这个已经做很久，这个大概10几年前的时候，中国上海有人找我去做那个洗脸刷，有一阵子台湾跟中国都在流行洗脸刷这样，对。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要做洗脸刷以前应该先把脸弄得脏脏的才弄。于是我们那时候在想说，我们那时候已经开始在用那个橄榄油了，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左边你可以看到这个图是那个完全没有使用之前，然后那个另外的这边这边这个图有一个圆圈圈的图，这个你可以请我们其实小编把这个超链接打在那个弹幕上你们就可以看。小编帮忙一下。好，这是10几年前做一个实验了，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哇，凡士林上来那个表皮纹路完全死掉，你知道吗？然后你再用洗脸刷下去洗，可能问题很大这样。然后于是我们就在想，那到底是凡士林问题还是所有油的问题？然后我们就用了橄榄油，结果发现橄榄油不会耶。
你看这个颗粒的部分哈，如果你要看细节去那个网页上看啊，就你会发现它原来同样哦都是这样塞住很多颗，然后用了那个橄榄油以后，那个角质的颗粒会溶解掉，然后表皮也不会污染，甚至表皮可能更干净。可是刚刚我们看到凡士林的部分，你会发现 before 跟 after 哈，那个颗粒一样该塞还是塞啦，说不定塞得更凶，然后整个纹路都囤掉。所以那一次我们就开始发现说，凡士林可能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安全。也就是说，狭义上，化学性的狭义上，凡士林是没有毒的。哦，没有。可是，在生理意义上，它既然会堵塞毛孔，对，然后它就可能造成问题。那我们当时突破这个盲场以后，盲点以后，就是对突破盲场比较难突破，盲点比较容易突破了。我们突破这个盲点以后，我们就发现说，原来敏感肌的人越来越多，可能跟这有关，因为大家把自己搞成敏感肌肉，然后再用凡士林去把毛孔塞住，毛孔塞住让毛孔不能呼吸、不能代谢，然后它敏感肌就更厉害。对，所以他其实也解释了，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看到我们在做雷射的时候，我们10几年前也是雷射之王，你知道？哇，对对，10几年前我们也是雷射打很多，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想法也是让病人擦凡士林保湿嘛。对，然后后来才发现奇怪。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观察或外面回报的情况，都是凡士林擦以后敏感肌越来越明显这样。那我们做这个实验，我们才了解说，原来凡士林会那个堵塞皮肤啊，然后让皮肤变得不舒服。然后于是我们就走上了那个被人厌恶的不归路，这样。原来是这样来的，所以这边呢帮大家统整一下，其实刚才院长有讲到，凡士林呢其实会阻塞我们的线管，然后也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越来越混沌。不是院长提到，是我们看到证据出来，证据提到，证据显示。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请那个证据跳进来？噔噔噔噔噔噔。好，我们有另外一个梗，你看这里有一个梗，这里有一个梗，我明天会考试，看有谁看到梗哦。好，第3个彩蛋，等一下会彩蛋，等一下会踩进来蛋已经进来，可是音乐没有跟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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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今天花很多钱，请了很多人来装疯卖傻。好，来，请继续。好来，我刚才帮大家再重新帮大家整理一下哈。其实擦了凡士林，让院长讲的说，他从证据上面来看到哈，凡士林其实会让我们皮肤越来越混沌，然后也会阻塞我们的线管哈，然后甚至造成敏感肌的那个问题皮肤其实也越来越多，甚至让我们的皮肤纹路消失。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院长讲了那么多，其实大家哈对凡士林真的是。虽然全台最孤独的医师这么讨厌凡士林，但是呢，大家还是对凡士林其实是又爱又恨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把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让现场的那个就是线上的观众来发问问题。等一下，线上的发先生还没有问问题以前，好，你要我再把过要好，我们把凡士林重新讲一句。好，凡士林有问题，然后橄榄有没有问题？好，这是第一阶段。然后我们一直到去年，我们开始有另外一个怀疑哈，什么怀疑？就是那如果凡士，那它会不会是矿物油 versus 那个植物油的关系？于是我们刚好有一个厂商找我们测嘛，然后我们就测了一个东西叫润和油，你不要管润和油是什么，反正它既然是产品，它里头其实还是有放的一些那个植物油，有放了一些植物萃取，但是同时我相信它也放了一些矿物油哈，那个成分不是我的专长，好，成分不是我的专长，但监测是我的专长。于是我们就把产品拿来跟凡士林再玩了一遍，你看，然后你看凡士林之后，你还是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再请小编丢第2个链接给你们看啊，就你可以很清楚看到，用完凡士林后，它表皮确实是脏的，跟旧的实验一模一样，因为你不可能一个实验10年前做跟10年后做就不一样嘛，对吧？对。但是你用了某产品以后，它事实上它的纹路还是可以变好。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不想放2张图，因为你知道印1张图都要钱，我们这么吝啬的哦。那对，然后我们如果不行，我们等一下就叫录音进来再跳一跳，缓解一下尴尬。然后我们在另外一张图哈，我们没有，各位如果看真皮图，你会发现凡士林的那个很奇怪，它做表皮亮那样，它真皮也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反光。所以在这个部分，我真的要跟各位讲，不是我们厌恶凡士林啊，我也不是最孤独的医师，我是不得已看到证据的医师这样子。所以其实你看院长帮大家整理了那么多，他其实做过很多跟凡士林的比较实验哈，不论是之前的产品，甚至他拿他自己脸上的皮肤来这样子涂抹强闷，就是要把这个证据呈现给大家。跟各位讲一下，因为没有人愿意被凡士林荼毒，这样我们所有诊所的小姐都不愿意，所以那个2张的皮肤都是我，小生在下我这样，今年58岁的小生在下我。
对，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皮肤图，或者是甚至链接点上去的皮肤图，其实都是院长本人自己的皮肤哦。对，那既然就是回到刚才接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要听他讲那么多嘛，我们还是有问题。我们其实心目中对凡士林，你看从小长久的记忆，妈妈也常常跟你说，凡士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大家都这样说，甚至有一些大部分的医生也会就是推荐凡士林。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开放线上的观众来发问问题，然后我们请院长来帮我们解答。那在大家呢在想问题的同时呢，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小教室里面，我们有开放让大家填写问卷。等一下小编呢会把那个问卷的连结放在我们的留言处，记得大家在晚上10点之前，今天白色情人节嘛，好，利用去约会的空档，帮我们填一下问卷，我们会有抽奖哦。我们的奖品有机械读书实体书跟那个电子书，然后另外还有面膜水光面膜的部分会送给大家，会抽出来，然后放在我们的粉丝官网上面 YT 频道上面呢，去公告谁是得奖的奖主哦。那我们看一下现在有没有人？现在多少人在线？32万吗？20人还是30人？30人。哎呦，30人，30人29人，哇，比馆长多一点。谁要抽你？好，来，有一个哦，苗栗公馆的馆长。你先介绍。等一下，直播在。喂，总统总先生，谢谢，我们代表美容医学会的网络委员会为各位进行直播。好，那个总统总先生，我等一下再回您电话，谢谢。好啦，第一题的题目是，王天杰王先生来，我想问一下医师，之前涂抹凡士林以后皮肤变得更干燥，请问该如何保湿？来，院长请回答。很合理的很合理的。你回过头想想，就是你想想，你皮肤本来会有油孔嘛和水孔嘛，你看像我一个快60岁的老男人，你可以发现我的皮肤其实还很丰满嘛，然后其实也没什么痘子。有吗？不，至少没什么痘子嘛，对吧？那就表示你会出油，会出水，不是吗？那会出水，你的干燥其实会随着你的老化进行啊。比如说我到60岁，我的皮肤会干到什么程度？70岁会干到什么程度？8岁，很难想象我自己80岁的样子会多帅那是旁话，那不管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当你把这些东西塞住的时候，想象一下，你们家有一个水井，然后不断的每天出钱这样，那你就不用去上班，不是吗？对啊，你就不用去上班。哪一家的水井？那个叫做发财井。然后你把那个水井塞住以后，你当然就没有钱了嘛，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油孔、你的汗孔塞住以后，你以为你在保湿，其实你在锁住你自己的油孔跟水孔啊。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认为你可以用油保湿，为什么我们会推凡士林，推橄榄油或者其他食用油这样。如果你愿意就用橄榄油，你不愿意你可以用沙拉油啦，用芝麻油，用好多油，我们的病人什么油都用过。我可以看我最离谱的病人用过什么？什么油？用过什么牡丹花籽油？你知道牡丹花籽是什么？你知道？就是中国大陆国花这样，牡丹花的花籽，我都不知道牡丹花的花籽也可以榨油这样。为什么不是梅花？梅花是在我们台湾的国花。然后我们也没看过对啊，没看过梅籽油。对，梅籽油。就没有看到，所以等一下总统要再打进来跟我们关心一下梅籽油嘛。好，然后来接下来还有是基隆的基先生吗？没有，来自 LA 的小姐的，她说可以用凡士林护肤吗？LA 的 L 小姐，你刚才进来吗？我们刚讲了，好吗？可能是刚刚 L 小姐，你想想看，光是皮肤，经过凡士林以后，它就不再保湿了。那你想想看，在 LA 那么干燥的地方，如果你用凡士林，你的皮肤当然会更干燥嘛。你把它塞住，你就更干燥。所以是的，不可以用凡士林保湿，好吗？好，不可以用凡士林保湿，很重要，再讲一次，不可以用凡士林保湿。OK， 来，接下来有苏，对不起眼睛太亮了，看不太到。苏先生问说，院长，请问凡士林的主要功效是什么？凡士林主要功效很简单，它是一个非常饱和的矿物油。是。那所谓饱和就是说你其实很难 denature 就很难坏掉。然后这么饱和油当然是锁水，在功效上锁水。所以我个人认为，我跟各位讲一下一个很好的笑话。好，在我们做肌肤监测之前，那大概是20年前，我们做肌肤监测之前，诊所有很多凡士林。然后我们帮病人打完
打完那个雷射以后，我们就跟他擦一点凡士林，对吧？又省钱，你知道我们特别喜欢帮病人省钱，嘿，因为他不用花钱，我们就会觉得他很愉快这样。后来我们开始学监测，又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我们就把凡士林拿来擦皮沙发，嘿，就是从此不再擦在人体身上。所以你说那个凡士林有什么保养效果？保养你家的皮革跟皮衣这样，嘿。你是说家里的那个皮沙发？对对对，还有皮鞋，因为反正它不会出油出水，你保养它是 OK 啊。好，那我回家要叫我老公拿凡士林来擦皮鞋。对对对对对，买皮鞋膏。黑妹。好，擦来，接下来就以说，请问旧金山的旧先生吧？对对对，没错，旧金山的旧先生，请问宋医师，那凡士林有类固醇吗？怎么会有问这个问题啊？凡士林的学名就是凡士林其实是商品名啊，因为我们薅着凡士林的羊毛一直打，可能会被告，因为凡士林其实是一个商品名，它的正式学名叫做白石蜡，white petrolatum 啊，它的正式学名不叫类固醇，不叫 steroid， 它没有啦，它没有类固醇啦，它没有类固醇哦，所以这个人我告诉你，凡士林没有类固醇，就以来自旧金山的旧先生，凡士林没有类固醇哦，好来，再来 S 圈问说，要怎么样确定保养品是安全的？可以透过，这个应该是有 sense 的那个哦，可以透过肌肤监测确认现在使用的产品 O 不 OK 吗？这个确定不是小编吗？这个感觉这个小编狂摇头，感觉这个很有专业，那个警总警总现在没有人，就是把这种潜伏的间谍抓起来。我们很严肃来回这个问题哈。好，第一个从肌肤监测角度来看，什么叫肌肤监测？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可能要花掉30分钟。我们在20几年前，我在台北市立医院当皮肤科主任的时候，那时候我最讨厌一种病人，是真的很讨厌的。什么样的病人？就他跑进来跟我讲说，那个主任，我的那个脸会痛这样，可是你看他的脸就白白的。也不红，看起来很正常。对，我的意思说，如果你的皮肤很红我知道你就发炎了，对不对？或者你的皮肤有脱皮，我也知道。我最怕的就是他进来，然后就跟我说他的脸会痛，然后可是脸整个是白白的不红这样。然后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困难？是后来我开始学监测以后才发现，这种我们真的拍过，他的皮肤完全没有纹路了。那在没有纹路的情况下，他的 buffer system 就是缓冲系统就坏。你可以想象他的皮肤本来是有纹路的，所以想象一下住台北，然后突然间明天要飞到阿拉斯加，因为他有缓冲系统，所以他忘了带油，他可以撑1-2天。然后他又从阿拉斯加飞到新加坡，甚至飞到刚果，然后因为他虽然从那么冷的地方飞到那么热的地方，他也不会觉得脸痛，因为我们的皮肤有缓冲系统。是。可是当你的纹路完全消失，整个纹路破坏的时候，它就没有缓冲系统，它只能从台北光是飞到那个冲绳 Okinawa 它就受不了，然后往南到那个高雄台南它就觉得太热。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好的保养品？好的保养品，你的皮肤的结构在长期使用下没有被破坏，就是好的保养品，好吧？各位必须回到保养这个定义了。我们除了保养品以外，我们还在什么结构上常用到保养？汽车嘛，对，就是我买一辆车5000公里进厂，请问5000公里进厂的保养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它长得像5000公里嘛。对。然后20万公里保养的目的是什么？就长得像20万公里嘛，对不对？然后如果你进厂的目的是为了装一个扰流板，然后把那个轮毂换掉，然后什么前低档后低档那个叫改造，那不叫保养。所以保养的意思就是它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维持它当下应该正常的。所以您刚刚问的这个问题要分2段回答。第一段，什么叫好的保养品？就是你用了很久以后，你的皮肤纹路都没有被破坏，或者你本来有点歪掉的纹路，就被破坏的纹路，它可以慢慢的治愈。所以你们在我的 YouTube 或我的那个文章里头，一天刚好看到的字眼就是治愈。对，就是说你自我痊愈。对，就是你只要不要伤害它，你给它一点休息的机会，它其实会治愈的。好，所以这是 Part 1就什么叫好的保养品。然后你怎么知道它是好的保养品？我跟各位讲，以我的肌肤监测功力，我相信已经算不错了，就很认真监测你要非常认真的擦这个保养品，大概3到6个月，就是它要这样的潜移默化才会坏掉。可是你只要很认真的擦 A 酸，大概半个月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你擦 A 酸的。为什么？我就不要讲嘛，你已经是全台
孤单的皮肤科医师，不要变成全台最过人玩的皮肤科医师嘛，对吧？不可以顾人员，这个不开放 A 酸回答。对，我们不回答药品问题啦。但是我的意思说，因为保养品的效果是非常缓慢的，所以以我的功力，我已经算很认真在监测一次。你几乎要用到一天擦4遍5遍，然后这样子的频率，我大概3个月超半年，我可以看出你的保养品是好的是坏的，就是它会变往好的方向或变往坏的方向这样。那如果以各位自己的经验，如果你不在监测的情况下，不监测的情况下，我们目前知道大概要连续擦5到8年，然后它皮肤整个烂掉，就是你来给我拍那个整个纹路完全不见了，你才会感觉到保养品。这样你听得懂吗？就是我们用肝功能来做比喻了哈，就是你每天喝一杯高粱，每天喝一杯高粱，大概差不多2-3个月，我就可以验出你的肝脏的那个 GOT、GPT， 就是肝功能的部分有问题。是好，可是大概2年，我们在超音波下面搞不好就可以看出一些什么脂肪肝。可是如果你要叫这个阿公啊你要叫这个阿公啊自己本身说，哦，我喝了酒，然后喝到，我最近人开始觉得疲倦，然后我最近开始觉得有问题，大概要20年。20年，可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时候就已经肝硬化了。就是病人本身要感到肝硬化，他才有感觉。这个就跟肌肤监测一样，就是说，你大概擦3-5年、8年，你的皮肤开始敏感了，开始不舒服了，长痘子、溃烂、红肿。在这个情况下，你才会知道。可是如果你做监测，大概3到6个月就会知道。哇，这么神奇！你看，你刚刚问的问题，我回答快20分钟。没错，这题问题太深奥了，这个太深奥了。完了，所以我们先停，我们给下面的人一点机会，好不好？来。有人说，有人跟你发生了，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脖上凡士林感觉是良好，他自己也是敏感的，这个是进步一点点，不知道是小姐还是说得好，你有没有看到我脖子上这个叫做悟空，这个叫火影忍者，这个就是地沟倒菜多的这样，就是他为什么上凡士林会觉得良好，因为他上的太少。上太少，好吧。所有的东西，我们的对岸。他们最喜欢讲一句话，就是说凡事不谈剂量都是耍流氓。只要你谈到毒性不谈剂量就耍流氓。我个人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就是我是说耍流氓那一段的哈。好，请谈剂量，对，一定要讨论剂量。你不能跟我讲说他用凡士林，我跟你讲，他用凡士林1天他也不会有伤害啊。那他如果非常非常薄的用，他也不一定有伤害啊。我们现在谈的是你有种你就一直用，不管薄或者不薄，你就一直用有种。那个有种的人姓什么？他没说都先生吗？都先生，都先生，都好的都先生。好，没有，不要这样，我们要在网络上友善一点，要不然等一下会有人留言骂我。好 ，OK， 来，接下来是秉琦小姐，应该是小姐吧？她问说，涂凡士林在脸上会产生过敏反应吗？不会啦，单次涂凡士林一定不会，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再重新讲一遍，凡士林其实是商品名，真正的学名叫做精纯白石蜡。它5个字第一个它必须精纯，这2个字，然后它的正式学名叫白石蜡。石蜡是它从那个石油提炼出来蜡质的意思的一种油脂，然后白色的石蜡，然后是精纯。精纯白石蜡在狭义里面，它是没有毒性的，它没有化学毒性，没有化学毒性。可是如果你长期使用，我这样说好了。他刚刚问的问题，刚才这样说，你把凡士林拿来吃会辣舌头吗？不会。可是你持续吃凡士林，你的肠胃会堵塞吗？会。这样我们谈的，它绝对不会辣舌头，可是长期吃会怎样就不知道了。所以短期擦凡士林不会敏感肌，长期擦凡士林，我保证你会敏感肌。谢谢。不相信的人其实也可以试试看。对，你可以擦，大概不用太久，大概2年到3年。你只要擦2-3年，你自己应该就会感觉，就是到那个肝硬化的程度嘛。那如果你用肌肤监测，差不多凡士林我们测过差不多10天吧，你很认真擦10天，应该就有那个纤维纹路的变化。好 ，OK， 那接下来呢？好，我自己想要插播一题哈，我插播一题，我想请问那个就是插播插小姐，对，我想请问院长哈，那个精纯白石蜡这个东西，如果可不可以用在小 baby 的，就是红屁股上面？这个题目是唯一的可解的。我这样说唯一可解。小朋友的尿布疹其实是很讨厌的议题。我跟各位讲一下我切身的感觉。我生了几个小朋友嘛，里面跟外面，你看，他一听到小朋友他就吓死。里面跟外面没有，都在里面我生了几个小朋友，是吗？他们都没有尿布疹，但是我有一个同学，大学同学，他生了2个小孩子。
都有尿布疹，然后他们从当时的邦差市买到什么妙儿叉，然后从台湾的邦差市买到美国的邦差市，然后买到什么日本的妙儿叉，反正各种都试过。然后他甚至还在我们大学群里头问说，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们哪一种尿布比较不会产生尿布疹？找不到。其实我也有这种迷失对，真的找不到。后来你知道他的尿布疹是怎么好的吗？好的，就是一直到不尿布了才开始好，就是开裆裤就没有尿布疹啊。通风嘛，通风。对啊，所以我要告诉你，尿布疹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小朋友的屁股，他的屁股有汗腺，汗腺，但是没有那个皮脂腺，就不多了哈。所以他的那个 skin barrier 就皮肤的屏蔽那个油膜是不足的。OK。然后你可以想想看，在一个比较嫩的皮肤上泡屎，然后泡尿，对，然后屎跟尿都有酸碱值，对吧？在这个情况下，然后你又拿那个尿布去闷它，它又产生热量嘛。然后这个小朋友如果又会踢脚嘛，通常两三个礼拜内的小朋友，1-2个月的小朋友他会踢脚啊。对。然后再多一点的小朋友，他可能甚至1-2岁的小朋友，如果他还在穿尿布，搞不好走来走去的时候，连那个该逼就是腹股沟都会摩擦嘛。所以这种产生尿布疹。要怎么办？其实真的可以考虑凡士林啦。OK。这时候是不得已啦，对啦。好，不得已的选择。这是不得已的，说真的，这是不得已的。OK，好。所以是可以用的，就对了。那既然对啦，因为你那段时间很短嘛，然后你知道，等他不穿尿布以后，他还是会继续流汗，不是吗？对啊。所以就算你凡士林稍微把汗腺堵住了，在未来的2岁、3岁、4岁的空间中，然后他从尿布改成内裤，不是吗？对吧？然后他的那个尿布疹那里头的那个毛孔堵塞就稍微排掉了，所以你硬要说，我觉得可以啦，就是尿布疹可以啦 ，OK 啦 ，OK。好 ，OK。所以 baby 其实还是可以用，就是用一点保护，因为我们自己当过爸爸妈妈的人其实都知道尿布疹对父母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考验，因为有时候当父母就是当小孩还不会讲的时候，他在那边哇一直哭找不到原因的时候，可能是饿了吧？不是，就是这些状况都排除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搞不好脱掉尿布对他来讲还是比较舒服一点。好，来，我们接下来问题很多来。问题很多，问先生吗？不用。小编来给他一口水好了，他后面还有不要给他口水好不好？800题，还有800题。噔，好来，口水就有点恶心了。录一集送水，加菲。录一集，好来。Daisy 我问说，请问除了可以用食用油可以尝试不同的植物油吗？植物油，他在问植物油的。我们希望 Daisy 小姐把问题 clarify 好。我们把话理清楚哈。为什么特别强调食用油？事实上，食用油也分2种。我所谓分2种，就是说。我们就说植物油或动物油哈。我本身是佛教徒，吃素，可是我并不是因为这样才叫你们用植物油或动物油。对，很粗略的谈，如果你真的要细谈，因为我是医师啊，然后30多年前医学院毕业，是我不是讲我的资历很厉害，是我突然间发现最新的营养学对油品真是讨论到巨细靡遗的程度。怎样多巨细？我们当年在念书的时候，只有 Omega 6、Omega 3、Omega 3、Omega 6，其他的基本上忘掉了，对不对？可是现在的营养学在讨论油的时候，真的是很复杂。我跟各位讲一下，大概10年前，我们那时候得到的讯息还是说橄榄油，可以用来做半生冷嘛，对不对？就半沙拉。可是橄榄油不可以拿来炸。对不对？那如果你要炸的话，你要炸什么？那时候叫做什么发烟点啊，然后可是如果你要拿来炸，你就要用棕榈油，还记得吗？或者用动物油，像猪油之类的。对不起，我没煮饭说。对，没有这后面还像我都至少会煮饭，我不得已还要煮泡面，因为有时候你讲错话，我太太就会叫我自己去煮饭这样。好，这个家丑不可外扬。我们拉回来讲然后。但是最新的报告又说，如果你要煎煮炒炸，橄榄油比那个棕榈油来的好我现在已经整个乱掉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油。对，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但是好，我们回到那个食用油跟植物油的问题。是第一个，我们先谈食用油。食用油是一个领域，好吗？食用油是一个领域。然后食用油有动物油跟植物油。那目前很粗略的分法就是植物油是不饱和的，往往是不饱和的。除了棕榈油是饱和的嘛，椰子油是饱和的嘛。对。
然后动物油常常是饱和的，那饱和的跟不饱和的差别，如果你问我以肌肤监测的观点，因为我们是临床医师谈实用，你把饱和油擦在脸上，不管它是动物油或植物油，只要是饱和油，所谓的饱和油就是说以动物油来说，就我们当猪油好了。好，以植物油来说，我们当那个椰子油，你擦在脸上，如果你的肤温不够高，它可能就呈现半固态，或者甚至固态，然后直接塞你的毛孔这样，然后就变成好了，你晚上擦它，然后你那个晚上就不要想出油，因为塞住了嘛。不会啊，脸上还是有一层啊，因为它不是对，就是凝固了，所以它就有点堵塞嘛。这个有点回到类似刚刚我们谈的凡士林嘛。对，只是食用油的堵塞跟凡士林的堵塞不一样，是它们都堵塞，可是凡士林不会被细胞吸收，所以如果你顶出来，当然很好。猪油被顶出来，凡士林顶出来，它们是一样的。可是万一顶不出来，它真的塞到毛孔很里面了，那猪油你还有机会被吸收，因为我们猪油是可食用油。对，而凡士林万一被细胞吸收进去，我们叫那个phagocytosis， 然后就是包引作用或者包吞作用。如果我们用包引作用或包吞作用的时候，凡士林是不会被消化的，然后猪油是会被消化。那如果一个细胞里头有太多凡士林，这个细胞就会自动溃烂，因为它没办法消化它嘛。所以第一个我们会特别强调。一定要用食用油，食用油就可以吃的油。对，所以不是所有的植物油，好吗？好，特别强调食用油，因为有些植物油，比如说像某某丹，那个某某丹听说在台湾不知道进来还是倒掉的时候，因为以前看到好多某某丹的那个某某丹的品牌嘛，然后不是所有号称植物油的都能用。第一个，它至少是食用油，然后在食用油里面。如果你想擦在脸上，因为比较低温区嘛，所谓低温区就是你擦在身上，因为身上永远都高温啊，就流汗啊什么，所以你擦在身上，你要擦猪油或者要擦那个椰子油，我真的没有太大意见。我们在监测上也没看到什么，因为没有人会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监测嘛，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身上的监测的答案。但是脸上的部分，我们会建议用那个不饱和的食用的植物油。好，不饱和食用的植物油，这样理解吗？所以其他的植物油你要试也行啦，反正你就试吧，然后3个月6个月拍一次图，然后拍个2次3次4次，我们就知道这个植物有好的或坏的。这样我们就会谢谢你告诉我们，多告诉我们一个会塞的。对，副院长讲的意思就是你做牙给都有人替你验橄榄油出来，有人跟你讲玫瑰籽油长什么样子，我们都知道，我们还知道苦茶油，我们也知道什么芥子油。我们知道一大堆油，你为什么一定要试呢？我求求你就用橄榄油好吗？问那么多问题，戴小姐。好，戴小姐。我们还是对你很客气，请你不要在下面弹幕上打坏处这样。好，再来。反正就是可以食用油要用食用油的。然后接下来杨国玉杨先生他问到橄榄油要怎么挑？哇，这一题真的很好，替大家解答。然后等一下他还有问号，第二个问号。敷脸会不会很油？这个大家这个问题不太能回答。就第一个，不可以做品牌推荐。对，没有，我也真的不能做，不知道品牌。实话说，我们在做橄榄油过程中才发觉，其实我跟各位讲一下，你看到我穿悟空的衣服，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动漫迷，但是基本上没什么知识，你知道？就是身为一个男人，我告诉各位，我在做肌肤监测以前。我连化妆水要先擦还是乳液要先擦我都搞不清楚，真的。对啊，我什么都不知道，你问我那个干嘛呢？这样，然后我们开始做肌肤监测以后，才慢慢列入那个食用油领域，然后才莫名其妙发现，我们是被病人推荐橄榄油的，不是我用橄榄油。其实我真正想到的是叫病人回去用沙拉油。对，一开始是沙拉油，真的是沙拉油。就后来病人，我们叫他回去用食用油，这些死家伙每个人都不是这些好家伙，每个人都给我用橄榄油。然后用完橄榄油以后，我们才发现，橄榄油是有效的，你知道？ Okay. 然后，所以第一个橄榄油怎么选？后来我们这是被病人教导的，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橄榄油最新的叫做 extra virgin 嘛，对，就是那个什么冷压精粹嘛，冷压精粹，对嘛，冷压精粹，冷压初榨嘛 ，extra virgin， 然后再下来才叫 pure Vaseline， pure olive oil， 就是纯粹橄榄油。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纯粹橄榄油不是第一道冷压，它好像第二道，然后再来才有什么精炼橄榄油，好像是用那个什么丙酮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去重新抽取出来，然后后来才有什么油渣油，就第4道油这样。以上这些东西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到，就不用问我。
然后我们真的发现，只有 extra virgin 的橄榄油是有用的。只有 extra virgin。对，只有 extra virgin， 就是所谓冷压初榨。杨先生有听到吗 ？extra virgin 的橄榄油。然后至于橄榄油会不会很油，我跟各位讲一下，我们大概10几年前开始用橄榄油后，突然间因为开始被迫去读一些 paper 嘛，然后才发现哇，橄榄油是好东西，所以我们就决定用橄榄油来喝，你知道吗？不是光用橄榄油沾，比如说我们去买那个法国面包，一条法国面包我们可以沾掉半罐大概250cc 的橄榄油，所以后来就才发现这样是错的，因为面包会胖，橄榄油会胖这样，但是不会很油，好放心好吗？不会很油，听到没有？杨先生不会很油，好吗？所以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你们因为我真的用了橄榄油上去，大概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它就完全吸收掉了。所以你初期可能会觉得油，其实不会，它就比一般的那个乳液的油再油一点点而已，然后可是它一样会吸收掉，我觉得还好啦。好啦，其实告诉大家，油不油其实是心理因素啦。那如果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克服这个心理因素，那个小边的堵塞线管的线是错的。哎呦，小边好，线应该是肉字旁。国文老师出现了，对，因为不是我如果宋教授出现了，我如果不纠正你，等一下就会被人家纠正。好来，有一个来旺旺来了，旺旺问说，等一下哈，等我一下，旺旺问说，我怎么突然划掉了？旺旺说，青春痘已经好多年了，用这个也可以改善吗？我这样跟你说啊，你这个问题有点过分哦，就是分2段谈。如果你谈肌肤监测的 general 就常态性的监测会，我几乎可以打包票会改善，但是中间通常会经历过粉刺发出来啦，然后颗粒长出来，所以很多人会讲，我们来讲一个橄榄油常见的问题。我们的病人在用橄榄油之前，然后就会去网络上查，然后就说 A 医师说，然后 A paper 说 B 医师说 B paper 说这样，然后就说橄榄油会长痘。对，橄榄油真的会长痘，可是它不是会长痘好吗？如果你去做监测，你会发觉你在用橄榄油以前，你的毛孔已经完全塞住。对。然后你不用太多，你每3天4天拍一次图，你会发现你用了橄榄油以后，其实是你原来那颗，因为我们是很标准的在测它嘛。你原来那颗，然后慢慢的溶解，然后最后冒出来这样，所以你看到的那颗粉色那颗青痘，其实原来在那里。对。然后它溶掉，所以你这个问题就第一个，如果你要问以整体来说，橄榄油会不会改善慢性的青春痘？我们看到大部分是会的，会特别是粉刺，特别是粉刺啊哈。然后囊肿型青春痘不敢讲了，囊肿型青春痘真的不敢讲。可是粉刺基本上我们是觉得 OK 啊。可是如果你谈到个例，就是我自己怎么样，拜托那个要拍图好吗？就是说你的情况我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有些吃过 A 酸的，有些擦过 A 酸的，有些擦过 A 醛的，有些擦过什么 Solentra 很多东西。然后有些凝胶，像我们早期有伊利妥啊、普特皮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它什么塞毛孔什么，它涂上凡士以后，我跟各位讲，它不止长青春痘，它可能还肿起来，然后还化脓还什么，我们还看过沙类固醇的整个脸肿的跟那个番茄一样我们称为番茄脸这样，我们看过好多这种。所以如果你要谈你的治疗，请你直接看诊，就不管你找谁我不在乎，反正就是请你直接看诊，跟你的医师商量，他愿意给你用凡士林，他愿意给你用橄榄油，反正谁用什么谁负责这样。但是如果你问我们肌肤监测 general 的经验 ，OK 这样，我们在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OK， 是真的可以改善粉刺的部分，是真的很有效。然后青春痘的部分其实是要看你是什么青春痘，所以刚才院长的讲的意思是这样。那接下来呢，这个问题好多来。要不要再喝口水？不用好，来继续了。不用，咖啡好。温小姐请问皮肤判定，这个也是专业的来了。请问皮肤判定酒糟敏感肌，脸部干燥，要如何保湿锁水？听闻温和不刺激，可以用开水或生理食盐水敷脸吗？好，这个是大哉问，是因为你们没有肌肤监测的经验。我讲一下肌肤监测的经验。脸部干燥怎么样？通常你会觉得皮肤干燥，其实角质层都已经很干硬，对，就是它是 intact 很紧的一个状态。然后我知道你们听不懂，但是请你们想象一下你的皮肤，我们不是常在讲说皮肤有5层吗？基底层什么棘状层啊，然后最后到上面是角质层，然后透明层之后是角质层嘛，对。
那你想想看，透明层就是很紧的意思。那如果你的角质层也很干硬，它当然是没有办法让水进去，也没有办法让你觉得保湿的。所以这个情况下，你的皮肤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实话告诉你，擦什么都渗不进去。然后第二个，我们所谓的保湿，其实是把这种很硬的角质层泡软。所以第一件事是湿润，水部的湿润啊。对。然后之后再用凡士林或者其他油性的锁水，这就为什么你会发现所有的医师都很喜欢说，你想省钱哦，那就随便买个乳液，好，乳液它又含又有水嘛，对，有跟水，然后弄个乳液擦上去后，然后再锁个凡士林，这就所有的医师都喜欢干的事嘛。是，它其实就是在补水又锁水啦。然后我就说，我们看到的是，如果你的皮肤非常的干硬，对，为什么我们会建议你用那个橄榄油？然后为什么你用完橄榄油后你会长青痘？因为这个很干硬的地方，你想想那个角质已经很干硬了，它的毛孔一定也塞得不得了。然后你好不容易泡了3个礼拜、4个礼拜，终于把毛孔打开，你就会开始长青痘，因为毛孔一个一个爆出来。可是如果你愿意忍受它3个月、半年、1年，你就会发现那个爆出来的那个毛孔，它会使得整个角质慢慢松软，然后真正角质自己可以含水，好吗？它自己可以含水，然后含水后它才有初步的湿润。然后等到它含水完以后，它又产生新的，我们叫做那个 Nature Moisture Factor 就是天然保湿。你看我讲英文装的多标准，Nature Moisture Factor 就是天然保湿因子 NAF 以后，它就开始有自己的锁水力量，然后这时候它就慢慢的往正常方向跑。所以我现在问你，你要让你很堵塞的那个毛孔打开，还是你继续要用凡士林去锁它？这样2件事嘛。你继续锁它，它不会打开嘛？它不会打开，你就一直要去塞它嘛。就我们刚刚问的问题，就你家有一个井会出钱，对吧？对。然后你把那个井塞住，然后去外面乞讨，还是说你把那个井千辛万苦把那井挖开，让它啵啵啵，就算每天只冒1块钱，你也有点钱可以花。那如果万一每天冒个3万块或5万块，你基本上就不用上班了嘛。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毛孔让它是像就是可以喷钱的井然后让它通畅，这样才是王道。好，来，接下来，刚我们群里头有一个那个吴小姐，她有没有上场发问？在我们群里头，我不知道，等一下小编帮我看一下。吴什么文这样，好不好？来，请问医师，脸很油还可以擦凡士林吗？这应该大家很想要问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脸看起来没怎么样，等一下，脸很油，擦凡士林还是脸很油擦橄榄油？这2个题目。脸很油还可以用凡士林吗？好，这个我们回到一个议题，叫做我的皮肤是油性肌，或者我的皮肤是中性肌，我的皮肤是什么干性肌，对不对？对。想象一下，你的毛孔都塞住了。好。毛孔塞住以后，你的角质就不再受到滋润，于是它慢慢就硬，然后就变我们叫做紧绷好了就是皮肤变成皮革了。对，那个有点像你去把它烤一烤，然后越来越紧，对不对？然后在这情况下，你稍微擦一点橄榄油，或者稍微擦一点凡士林。一开始我们现在谈一开始，你擦点凡士林，你擦点橄榄油，你擦一点任何的东西你擦了以后，它事实上是没办法滋润你的角质的。对，那没办法滋润，它就飘在上面。也就是说，当你的角质坚若金刚的时候，所有的油都会飘在表面，你就觉得你的皮肤很油。然后，可是你的皮肤很油，可是你的角质完全没办法滋润自己，所以你觉得又油又干，不是吗？对。所以你告诉我，当你的皮肤又油又干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把毛孔打开啊，把汗孔打开啊，然后打开以后，让它自己重新的那个很紧的那个角质慢慢又松软，不是吗？对。我们讲的故事很简单，哪里？想象一下，你是一个矿工大家总听过吧？没见过总听过。然后那个矿工老爷爷们，然后每天去矿井，然后把皮肤弄得很硬又脏，对不对？是。然后他去游泳池泡8小时，然后他那脏的东西就泡软。对。然后他的皮肤就从很硬的情况下变松软，就这样。您是行政院的邢先生。没事，我们继续直播，我们绝对不会泄露国家机密。我们很快直播就完了，8点半就结束了。邢先生，谢谢。好，哇，你今天电话很多。对，刚刚总先生打电话，现在邢先生打，那等一下是国防部的国先生。好，来，还有问题，请问可以用橄榄油？来了，橄榄油，终于有一个问到橄榄油，可以用橄榄油取代保养品吗？真的？基本上。逻辑可以啦，逻辑可以，可是事实上不太够了分两段谈。好，我们这样说好了。
我们回到刚刚讲过议题，什么叫保养？保养就是5000公里的车子长得像5000公里，30万公里的车子长得像30万公里。对，维持当下的状态。所以10岁的小 baby 啊，2岁的小 baby， 他的屁股很湿，对吧？有水嘛。可是他没有出油孔，因为他还没有青春期，所以他皮肤还没长。对。那这时候他脱光裤子，虽然有点没有色情嘛，对不对？小 baby 去海边玩脱光裤子，然后他的皮肤被海水泡一泡很干，你要不要补一点油给他？当然要啊。是，所以这时候正常的2岁小 baby 屁股要擦油，我们先不谈凡士林还是那个橄榄油，反正就是要擦油嘛，对不对 ？OK。好，然后到了12岁。他这时候开始皮肤出油出水，我们进入青春期了嘛，皮肤线增大了，对吧？好这时候到15岁，他的皮肤油得不得了。对。这时候他的保养是什么？把脸洗干净，就好了。把脸洗干净，让油维持在正常的量，然后和汗水这样。好，然后终于到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女生，这样22、23岁25岁，然后皮肤超漂亮的时候，这时候他的保养什么？就是不要晒太阳就好了嘛。对。你不要去破坏它嘛。所以20几岁的人，他最该做的事情就是防晒嘛。可是这时候我们要插到另外一个议题，就一天到晚有人在问的，那擦防晒不是要避晒嘛？对，因为你的毛孔现在正常出油出水，你干嘛去塞它？所以一天到晚都有人问我说，他要上妆上你个头嘞，对吧？上完以后你毛孔都塞住了，干嘛？我们要优雅一点，冷静。好，然后你到了40岁，你的皮肤开始不太出油，是，也不太出水，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给什么东西，对吧？你可以给一点油，给一点水，对不对？对。你现在已经垂垂老矣，90岁了。然后你在台北都在台北然后台北也算比较湿嘛，对，然后温度在那个春天也还好了，就是暖暖，然后所以你即使是这样子，你也不会出油出水，因为你已经90岁了，所以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擦点油，擦点水。对，好，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讲，那橄榄油可以代替保养品吗？在你12、13岁的时候可以。然后，可是你20几岁的时候，也许可以，因为你这时候皮肤很正常嘛，对不对？你其实也不擦橄榄油也可以，你什么都有，你干嘛去擦它？水都很正常的时候。对，然后你30岁、40岁的时候可不可以？可以，因为这时候你稍微缺油，稍微缺水，然后来一点不饱和性的食用植物油可以。我们现在讲的是正常皮肤，如果你毛孔已经塞住了就不够了嘛。就是说你饿得不得了，吃清粥小菜可不可以？可以，要吃20碗呢。你懂吗？所以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是说，你要知道橄榄油是很稀薄的，所以你问的问题说，我可以每天吃粥不会肚子饿吗？那就要看谁啊。小 baby， 我跟你讲，吃半碗稀饭就可以了嘛。对。然后如果是矿工先生，我们很尊敬矿工先生，因为矿工之子现在当我们的总统府的总统嘛，对不对？好，是。我的意思说，你这样回过头想想，我们这么尊敬矿工先生啊，回过头讲一下。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矿工吃1碗粥够吗？当然不够，这是好好讨论的，对吧？所以橄榄油到什么情况下，比如说50岁或60岁不够，你可能需要更滋润一点的东西。然后你如果实在是不愿意花钱，你可以往食用的动物油或者比较饱和性的植物油，那个技巧很好，你懂吗？所谓技巧很好，就是说打死你都不愿意去外面吃，那你就要确定你煮的饭跟那个饭店的那个主厨一样好吃，因为像我儿子就一天到晚不回家吃饭，他们就觉得我煮的超难吃。你懂吗？所以自己在家煮粥可不可以？他们小时候你可以拿着棍子逼他们吃，可是当他们有自由意识的时候，就到40岁的时候，他觉得你的橄榄油不够油了，然后又不够滋润，然后如果你要硬是用擦橄榄油去做保养，你可能一天要擦40遍，对吧？要不然不够油啊。对，所以其实是在基础是在你健康的皮肤下去补你不足，那当然会依照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肌肤状况，然后来给予安全的油脂，这样才是最适当的。好，来今天超时很多，我们开放最后2个问题，好不好？来，刚才我们讲到美白这个部分啊，有一题美白的来了，请问医师美白的步骤除了不晒太阳、带雨伞、防晒以外，还有什么？美白可能要到下个直播了。我们讲美白好了，我们讲美白好了哈。好，美白。美白的概念是第一个不要产生新的黑色素嘛，第二个把旧黑色素代谢掉嘛。是。然后我们在那个肌肤监测最常见到的是，你为了美白，你不是把皮肤弄得涩涩干干的，然后卡住吗？对。包括什么左旋烯呀，包括什么对苯二酚啊，那些有的没有。那这些东西它把皮肤弄得涩涩以后，它的角质代谢是有问题。对。然后你就可以想象，我常常讲的故事就是说，理论上从屏东开车到台北，正常情况下是6小时。没有。
真的啊，4小时吗？ 3.5到4小时。哦，那个不是开车，那是低空飞行，嘿，那是飞得比较低的飞机啊。然后好，那我们当做4个小时好了。所以想象一下，有一个黑色素从屏东运到基隆，然后丢掉，这样要5个小时，对吧？对。那如果高速公路塞车，有一个黑色素从屏东运到基隆要5天，那就是角质代谢异常。角质代谢异常的时候，你本来就有很多黑色素卡在那里，所以其实我们常常遇到那种有感染有在闷的病人，他会告诉你哦，我美白了，这样不是，那就是很清楚的乳化角质，广义上的去角质啊，广义上的去角质。所以事实上可以告诉你，不需要那个做果酸啊刷酸，你也可以去角质，你把它溶掉不就得了吗？溶解角质，对，你很安全的乳化它就可以嘛。对，我们看到陆一吉在那个天上在飘来飘去，我们要不要请陆一吉再进来飘一下？来，我们欢迎噔噔噔噔噔噔中场让院长吞一下口水哈。好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陆一吉小姐，陆小姐，好，陆小姐，陆小姐要走了。我们现在最后回答最后一个问题，那我先跟大家插播一下，你们问题还是可以留上来哈。那我们等到这一场直播结束之后，我还是会督促院长把没有回答过的问题给他回答完，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来回答，请他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你有问问题就有机会中奖。对对，徐产文先生，是小姐，不知道什么先生还是小姐。那50岁的酒糟，哇，酒糟要怎么样保养保湿呢？醒醒！你问这个问题有2个主要问题，第一个。什么叫做50岁的酒糟？就第一个，它牵涉到年龄；对，第二个牵涉到疾病。对，你真的酒糟吗？你要确定嘛？就你被诊断酒糟吗？真的酒糟吗？对啊，你酒糟的情况怎么样，对不对？然后50岁的酒糟跟40岁的酒糟显然不一样，就你的出水能量不一样。是，怎么保养哦？第一个，我告诉你，酒糟到今天为止，酒糟基本上是不明原因的皮肤炎了。然后有一些医师说是毛囊螨哈，有一些医师说是日光了，有一些医师说是饮食，有一些医师说是那个基因啦，反正不管它，肌肤监测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就是毛孔堵塞啊。你有100个医师的说法，对，怎么保养？至少先不要破坏它嘛。我的意思说，不要再继续破坏。对，你不知道怎么保养以前，至少不要再去刷果酸嘛，对，再去刷 A 酸，再去打雷射嘛，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至少先让它休息嘛。你这个问题我给你一个答案好了，就是我们家小孩子最近在哭怎么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对吧？啊，我也不知道再哭怎么办，可是我知道，请你不要再打他了。你再打他，他当然一直哭嘛。冷静，现在这个话题很敏感。对，我们不要讲这个话题。好，不要讲小孩子哭的事情。对，不要讲小孩子。就是我们来讲那个某个联盟哭。所以这个很容易，酒糟怎么样保湿？很容易直播就会触发这样。对，50岁的酒糟怎么样保养？所以我就说，你不知道，第一个，假设你的酒糟诊断是真的，对，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你是不是酒糟，对，因为 A 医师说酒糟 ，B 医师说脂漏，C 医师说敏感肌，D 医师说没有，你只是昨天被扒2下脸红 ，Nobody knows。可是 anyway， 我们知道你的脸一定是红的，你才会酒糟嘛，那就是受伤嘛，先让他休息。所以酒糟的病人，在我完全没办法诊断的情况下，我开的标准处方很简单，就是清水洗脸，先休息，然后避晒，不要去擦防晒，因为擦防晒有些防晒有化学性防晒会有刺激，物理性防晒会晒毛孔，对不对？对，清水洗脸，然后避晒，然后在没有阳光的状态下，就是室内的情况下去稍微跑步啊，让它流汗啊，这样至少你恢复正常的代谢生活，没有坏处。然后如果你恢复正常代谢生活又开始酒糟恶化，监测，也许你发现了一个新的大陆。OK， 好，记得哈，这个如果你真的皮肤有问题，我们既然你觉得皮肤是受伤了，记得先让自己的皮肤先休息一下哈，就是刚才院长说的清水，然后不要再做好适度的防晒，不要再让自己皮肤持续受伤。做好适度防晒，不是做好事多的防晒，跟 Costco 没有关系。做好适度的防晒，做好适度的防晒，避晒啦，避晒。我发现院长避免。
曝晒，避免曝晒。我发现防晒这个议题其实好像是可以作为下次的这个应该也可以讲到长篇大论。好，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院长来到舒肤机械直播小教室，原本只有 say time 20分钟，结果他讲了快50分钟，而且题目还没有回答完所以我后面会督促他把没有回答完的问题用文字写下来那我们继续，我们之后呢，其实如果你后续有想要关心的议题，希望院长来帮大家在直播上面回答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留言留言下方的留言板。我们有一个内部的暖暖机械群我们请小编事后把它贴到我们的那个留言里面那你们如果希望我们直播谈什么，你就跟我们讲如果实在是没有超过30万人连署的话，我们是不会开直播的。没有30万连署，请告诉你的亲朋好友30万连署就比某人的那个选票还高了，真的。好，来，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然后记得会后提醒一下来，我还记得去填问卷我们今天有问卷抽奖到晚上10点晚上10点有那个填问卷，然后抽大奖的活动。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院长花这么多时间，多1倍的时间来帮我们线上回答问题。然后我是护理师曾君，我不是鸟山明先生我是又忘了。好了，我是摩羯座的皮肤科医师，专讲科学证据的宋凤医师。好了，非常谢谢今天大家来收看我们舒肤机械直播小教室，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好，我们下次见，拜。